协，今天要讲古台湾政坛最中二又狗血的10年，1991到2000年，根本是政治真人秀巅峰期，比8点档的剧集还精彩。阿辉伯表面乖乖牌，内心根本狂飙本土魂，偷偷推动在地化，气到赵少康那群统派大佬拍桌，直接带队出走搞新党。重点是，民进党也没再闲着，派系直接分裂成5团出道组。其中就包括日后风生水起的新潮流、美丽岛、台独联盟等派系。那时的台湾政坛瞬间从长辈烂群变 PTT 站文版啊！1991年，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，变身台独限定店，当场吓跑党内统派。这群统派大佬内心 OS： 林北只是来玩民主的耶，秒速退团。这时更魔幻的是，海外黑名单开始大返乡。像创党元老许信良这种流亡男主偷渡回台，机场还上演千人棍棒武打戏。但返台后，许信良居然加入美丽岛派系，这操作比8点档还神展开。90年代台湾前烟角木 ，GDP 每年狂飙10%以上，但对岸改革开放后同样一路狂飙。台商发现大陆原来跟课本写的不一样呢，于是集体西进淘金，阿辉伯急推南向政策，想挡，结果根本挡不住。然后呢，神操作来了。李登辉受访时突然爆气，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，气得台下的深蓝阿北们集体心脏病发。更绝的是，1994年省长选举，李登辉力推外省籍但很台的宋楚瑜，民进党却喊400年第一站，484在演赛德克巴莱。说到1994年的选举，选台北市长这局根本就是血统辨识大赛。本省立志青年陈水扁对上新党外省精英赵少康。阿扁的口号是快乐希望超小清新，最后靠弃黄保扁神操作，阿扁成为首任绿营市长。彼时的民进党新潮流系默默记下笔记，选举要赢，人设要香。1994年，有线电视开放政治人物秒变直播主。陈文茜从美国回台担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，到了现场一看民进党的造势，差点被吓哭，怎么台下都阿公阿嬷了？于是立刻启动年轻化企划，开始把民进党改造，转型成为偶像团体。陈文茜的主打招式就是把台独论调包装成小清新路线，然后把悲情拉票的选举办成摇滚演唱会，甚至还有变装趴。然后到了千禧年大选前，神剧情出现了，阿扁把李登辉比成政治摩西，又自称约书亚接班人，加上中研院院长李远哲突然发声背书，说阿扁当总统不错哦。于是乎，蓝营这边的连战和宋楚瑜内斗分裂，最后阿扁靠不到40%的选票，惊险登上大位。选举结果出来当天，美丽岛受难者全哭爆，推翻蒋家独裁的梦真的实现了。然而，历史就是一个嘲讽高手，因为谁能想到1998年从小马哥手里输掉台北市长位子的阿扁，反而开启了总统路？这根本就是现代版的塞翁失马啊！总之，这10年在台湾当政治人物，面对媒体要会演，切换人设要会骗，还要会趁对手内乱时剪尾刀。大家说这是不是大型实境的鱿鱼游戏呢？好看，欢迎留言。你心中的最夯选举操作是哪招？